好，我是阿曼达。其实是我搬进这个新的厨房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那因为这个厨房呢是我日常会使用的，并且也会用它来拍节目，所以我在装修它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心血，觉得还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你们先看一下它的整体布局吧，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极简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颜色都是比较中性和柔和，也比较统一的，没有太多杂乱的东西。然后我把它分为了4大区域，因为我的冰箱在这个地方嘛，所以平时呢会从冰箱里头拿菜出来，在这个小水槽头洗菜，之后呢就会到这里来开始备菜。备完了到这边来开火，就比较顺的一个路径。后面这个水槽是用来洗碗的，前面的这个台面呢是用来吃早餐啊、简餐或者是打电脑。接下来跟大家整体讲一讲硬装的部分。很多人都问我厨房能不能铺木地板，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的几个厨房都铺了木地板，一点问题都没有。尤其是这种复合地板，当然实木地板可能会有一点危险，它不能进水，然后热胀冷缩。但是复合地板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做极简家装的人呢，非常喜欢橱柜到顶，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的，强烈建议橱柜到顶。但是这个橱柜到顶我是有妥协的，因为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呢，它的设计的稿件是从地到天花板中间一点接缝都没有，但是实际做下来发现其实很难实现，因为首先这个门板你根本找不到那么长的尺寸，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整面都是门板，你要拉开的话是非常费劲的。所以最后还是妥协，在中间有一条分缝。另外一个极简里头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没有拉手的这种极简的抽屉和柜门，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它是有缺点的，你们一定要知道。像拉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拉手其实是在这个里面隐藏的，而实际上呢，它是损失了你抽屉的高度，因为它这个地方必须有一个你手可以放进去的空间，所以相当于是你的抽屉的高度会损失掉大概这么多。另外一个很多装修过的人会喜欢的建议，但是我个人不是很认同的，就是高低台面，就是你操作的台面会比较高，然后这个灶台的台面要稍微低一些，除非是你操作在岛台，然后灶台在背后，这两个之间如果有高低落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同一个台面上有高低落差，我个人不太喜欢。首先它并不简洁，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舒服。另外一个，它在高低落差之间呢，那个缝隙处非常的容易藏污纳垢。我自己的使用呢，虽然这个灶台它比理论上要高一些，但我并不觉得日常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插播一句啊，就是这个操作台面有多高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习惯去选择，因为按照这个计算公式，我这个台面应该是87.5公分，但实际上我要到90公分才会感觉是舒适的。另外一个有争议的事情是，厨房里头要不要做这种开放架。其实我这个厨房最初的设计稿里头，后面是上柜是没有架子的，因为我会觉得它比较简洁。但是后期在实际深化的过程中，发现上面这个柜子怎么排都不好看，就是它怎么排都跟这个空间有点别扭，最后还是选择了这种开放架。但是开放架就一定有它的缺点，就是它一定会容易有油污，经常的去擦它。这个是我觉得你要在美观和方便之间呢做出一个抉择，那我肯定会选择美观的。另外我这里有一个有点违反常理的设计，就是这个水槽下面的柜子，常理来说柜门的开门方向应该在这里，就这样打开。但实际上我把它放在了这边，因为如果你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会发现它放在这里中间有一条接缝，它会跟旁边衔接的更好，它是一个整体的感觉。但如果把这个接缝放到这里来的话，就会有点怪怪的。虽然这样使用上是稍微有一点不方便的，但是这个还是为了外观而做出的妥协。接下来呢是厨房的灯光，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之前我听很多人建议说呢，厨房和卫生间要装冷光源，这样你看东西会比较清晰，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因为我们全屋都是3500K 的暖色，所以厨房里头所有的灯我也都选了暖色调。我自己实际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我以前用过冷光源的厨房，我会觉得其实光源是冷的时候，你做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心情会不那么好，就不那么的温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暖光源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无主灯的设计的厨房呢，你一定要注重点光源的设计。像比如说在这个吧台的上方呢，会有这个直射的点光源，这样它会比较有氛围感。然后这个背景的部分呢，也是要有点光源去点缀，这样你的背景就不会显得那样的惨白一片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操作台的上方一定要有灯。就这个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层板是没有灯带的，它应该是一个很薄的层板。
但是呢，就在它已经快要下单安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啊，这里没有灯，不行，这里没有灯一定不行。你晚上在这里操作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你的人的影子一定会投射到这个上面来，然后就会在你的操作的地方形成大片的阴影，就会很不舒服。所以呢，最后是花了很多心思把这个灯带安装在这个层板上。另外，如果家里有装中岛的朋友呢，也是给你们一个强烈的推荐，在中岛上装一个水槽会非常的方便。因为如果你的操作台面附近没有水槽的话，比如说我在那个水槽洗完菜之后拿到这边来，中间就会湿哒哒的这样滴过来，就会有一点不方便。有条件的话，强烈建议中岛里装一个水槽。另外呢，这个大的水槽我会给它装一些配件，因为我以前的水槽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就导致旁边会零零落落的放一些小零碎，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区域永远湿哒哒，永远不干燥，就很难受。所以我这次呢就下定决心改变这件事情。首先，这个是洗手液，它是一个感应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有一点不太好用，来我这没多久就坏掉了，现在还没修好呢。然后这个呢是出洗洁精的一个配件，就你这样按压之后，洗洁精就会从这儿出来。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直饮水，里面是直接可以喝的，有冷水有热水。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省掉一个热水壶。最后呢就是这个煮的龙头，这个龙头呢我还是有一点失败的，也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当时在选这个龙头的时候，我只注重了它的外观，觉得它比较简洁，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打开之后呢，应该是这里变换一下，可以让这个柱状变成喷雾状，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但是它没有办法 hold 住，就是看到没？就让我有一点头疼。另外一个这个小东西呢，是放那个洗碗海绵的，也是防止洗碗海绵湿哒哒的。旁边这个小东西，这个是护手霜，因为你在厨房里头要一天到晚洗手啊，然后就要多涂护手霜，然后放一个感应式的会比较方便。接着就是厨房里头最重要的大家电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专业人士，所以厨房里头能装的大家电我都装了，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首先这个是冰箱。这个冰箱呢，我在最初选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选全嵌入式的，因为我以前的冰箱呢，它是在外面有一个框，然后把冰箱嵌在里面。大家装过那种都会知道，它非常的头疼，因为它的冰箱和框之间一定要留出散热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就会藏污纳垢，就令我非常的难受。所以呢，我在新的厨房里头就一定是会选这种全嵌式的冰箱，它就是门板和这个冰箱是一体的，这样呢，你从外观上就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个冰箱。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比普通的冰箱要浅一点，会损失掉一点储物空间。接下来的是6件大家电，一个一个说。这个是微蒸一体箱，它既是微波炉又是蒸箱。说到蒸箱，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小建议啊，就是尽量选国产品牌，因为中国人才是最懂怎么蒸东西的，所以我认为国产品牌的蒸箱它在功能上会更好一些。中间这样一个抽屉，这是一个真空抽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家电，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有人介绍过它，但我用下来之后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你们想看介绍的话呢，可以打在公屏上，之后有机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下面呢就是烤箱，这是我的主烤箱。这个烤箱也是功能还算是挺齐全的，然后呢，建议大家如果选嵌入式烤箱的话，就选你能选到的最大尺寸，就是你总有一天会用到那个大尺寸的。接着这个是嵌入式咖啡机，这个咖啡机其实是从我之前的旧的厨房一起搬过来的，我用它好几年了，但是觉得它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想去换新的，就带过来了，一直都挺好用的。然后下面这个是暖碟抽，这个暖碟抽呢，我会跟咖啡机放在一起，是因为我会在里面放一些喝咖啡的杯子，这样你喝咖啡的时候，你的杯子就是温的，就咖啡凉的没有那么快，挺方便的。然后最下面这个是一个酒柜，这个酒柜呢，我在里头没有放几瓶酒了，但是就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的，就先放在这儿了，缺几瓶82年的拉菲在里面。接着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油烟机和灶了，你们是不是没看出来油烟机在哪儿？其实在这里。它是一个升降式的油烟机，因为大家知道我有拍摄的需求嘛，那如果普通的油烟机肯定是会挡在这里，就挡在镜头里很难看的，所以我当时也是选了很久，最后决定用这种升降式油烟机。因为我平时拍视频的时候，其实油烟机是不使用的，就把它收起来，这样的话你们在画面里头不会觉得有那么强的存在感。然后接着就是这个灶了，这个灶大家有没有发现也是挺与众不同的？因为正常的灶是不是下面应该会有一个玻璃或者金属的底板？
但我这个灶它是没有的，就是直接灶眼直接嵌入在这个台面上。这个也是当时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一个品牌啊，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它这种设计，会给人一种特别简约的感觉，但是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首先当然是贵，因为这种非常规的灶具大家可以想象非常的贵。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非常麻烦，因为它跟普通的灶装法不一样，然后一般的装灶的师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光这个灶前后装了3次，到现在还有点小问题，就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另外呢，就是我这个灶只有3个眼，其实最开始是想要买5眼灶的，但是最后权衡还是选了3眼的原因是，大部分的5眼灶它的总长宽和这个3眼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意味着它的灶的眼跟眼之间距离很近，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就比如说2口锅，它挨得很近就会打架，对吧？所以呢，我最后还是觉得选了这种比较分散的3眼，至少我在同时用3口锅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打架的。最后就是现代人一定要拥有的，跟大家推荐过无数次的洗碗机了，它在这里。这个洗碗机也是一个全嵌式的洗碗机，就是你从外面看完全看不出来是个机器吧，但是打开之后它里头其实是洗碗机。现在大件硬装部分都基本介绍完了，接着就是一些我个人在设计装修厨房的时候独家的一些小巧思啊。首先就是最好在这里有一个电视，像我的电视是放在那个地方的，然后它平时可以移动，就是你在做菜或者吃饭躺在沙发上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就一机多用，这个很方便。大家知道我平时会有很多的时间待在厨房，不仅仅是拍摄啊，很多时候会在这里研发菜谱啊，或者去试菜啊之类的，就是很长很长时间会待在这里。如果没有一个电视的陪伴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无聊。接着呢，就是厨房的插座非常非常重要。你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考虑好要多少个插座，如果不确定的话呢，你们可以像我这样装一个可以后期扩展的。你把这个东西在装修阶段装好了之后呢，后期的这个插座是可以往上添加的，可以多一点少一点。这样的话，你买更多的小电器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不方便。除了在这个操作台面要有一个插座之外呢，如果你有中岛的人，强烈建议你要在中岛的附近装一个插座。我这里就也有一个同样的，因为你难免会在中岛的这个地方用一些小家电、打蛋器之类的，或者是这里有吧台，要坐在这里看看书、吃早餐的时候，这里有个插座会非常的方便，可以充手机。其实当初这个岛台在设计的时候，它是一个1:1的正方形，因为我对于理想中的厨房的梦想就是岛台一定要足够大。但是最后实际上它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告诉你们，因为你站在这里手往前伸的时候，你最多只能伸到这儿，对吧？如果这个岛台它是1:1的正方形，也就意味着这个中心的部位我没有办法擦到，这样你后期做清洁的时候就得爬上来，是不是很痛苦？所以最后还是妥协了，就是根据我的臂展去设计了这个岛台的尺寸。最后这个小技巧是我个人觉得很有用，但是我也很少在生活中见到别人做的，就是在你的操作区域铺一条地垫。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你在两边来回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汁水啊、菜汤啊、杂物什么的落在地上。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地垫呢，能够很好的帮助你保护这一块的地板，并且你如果不小心踩到呢，也是弄脏了这个地垫，不会弄脏你的鞋。这样你可以让其他的地方更容易的保持清洁。这个地垫在选的时候呢，选可以水洗进洗衣机的，这样洗起来也很方便。当然，不论是多么完美的设计和装修啊，一定会留有遗憾的。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几个遗憾。首先就是垃圾桶。当时没有给它设计一个专门放它的位置，所以导致它现在只能裸露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就不那么的简约。但是呢，还好我用的是一个感应垃圾桶，就还是比较方便的。接着呢是这几个大家电的位置，本来的设计稿里头这一组和这一组它们应该互相调换的，但是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些大家电的背后啊，都是要走水电还有煤气这些复杂的管线的。那在当时走管线的时候呢，没有沟通好这个家电的位置，所以等到家电要进场的时候才发现，本来烤箱是应该装在这里的，但是它后面的空间不够了，就只能够跟它旁边的酒柜调换一下。不然的话，烤箱装在这儿是不是更加 make sense 一些？因为我在这里操作，然后把菜放到这里的烤箱，这个距离很短啊，但我现在要多走一步到这里来，就这是当初的这个在沟通上出现的一个问题啊。让我非常的难受，但是没有办法，人生总是会留一些遗憾。另外一个呢，就是装这种嵌入式冰箱的时候，这个把手我一开始是没有考虑到的。
其实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法是在这个柜门里头装一个电动的反弹器，就是你摁下去之后，它会有电动的反弹出来，这样你不需要特别用力的去扒这个冰箱门。但是我在装它的时候遗漏了，所以只好后期补装一个把手。然后在买这个把手的时候呢，我又因为觉得个人的审美啊，觉得这个把手它比较的极简，然后线条比较的干净利落，所以选了这个把手。实际使用下来就非常的痛苦，因为它非常的细，然后这个冰箱门又非常的重，所以当你这样拉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手上就是2道红印，就是很不舒适。这个也是怎么说，为了外观做出的一个妥协吧。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把手装的时候呢，我没有全程紧盯，所以你们仔细的看会发现它2个把手有一点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Emotional damage， 难受死我了。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对于新厨房的介绍。大家如果对更多细节感兴趣，可以在下面留言，有机会会一一跟大家分享。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评论、转发，投硬币，一键3连。